Wanna go somewhere, someplace not on earth. Can't find myself down there. Need to fly like the birds. To run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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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run away.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光天仔。相信关注光天仔短视频账号的朋友呢，也已经发现最近光天仔发布了很多关于房车、旅行的一些短视频。我想通过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选择车头和房车的。如果你也有相关的问题，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也有所帮助。当然了，如果你也觉得有什么问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在选择车头方面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车头的载重和它的动力。我所选择的福特 F350这款车呢，它的核定载重呢有3700磅，差不多就是1700公斤左右。动力方面呢，它所使用的是6.7升涡轮增压的柴油发动机，拥有500匹的动力和1200的扭矩。我们这里所说的载重呢，并不是说这台车所能拉的货物的重量，其实还包含了人和行李的重量。其实像 F150或者其他的皮卡，我们在厂家宣传手册或者是视频当中可以看见，他们都拥有能够拖挂1万磅的能力。但是能够拖挂1万磅和适合拖挂1万磅是两个概念。我所选择的这款房车呢，它的净重量是在8900磅左右。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的皮卡它的承载是3700磅，拖挂的房车是8900磅。那究竟房车会有多少的重量放在皮卡上呢？如果8900磅全在我皮卡上，我肯定是拖不动的。在房车和皮卡之间的连接部分呢，它是通过一个球体来进行连接。为了安全的拖挂以及行驶在路上，那么前面的车头呢，需要通过这个连接部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蛇重，来承载后边拖挂房车10%到15%的重量。那么以我的房车举例，它的净重量呢是在8900磅，10%也就是900磅左右。那15%呢，也就是1300磅左右。我的皮卡的载重必须得达到900磅以上。这里的900磅仅仅是后边房车的重量，那么加上驾驶人员的重量和乘客还有行李的重量，可能就会超过很多皮卡的核定载重。就像我视频最开始说的，它拥有能够拖挂这台房车的能力，并不代表它完全适合来拖挂这台房车。我们刚刚说的8900磅是我房车的净重量，也就是说你不在房车里边放任何东西的这么一个干重。水箱里没有水，所有的行李配件以及一切都没有放进房车的重量。如果是说我们往里边多放了1000磅到2000磅的物资，那么同样的，你的蛇重也需要增加10%到15%，也就是说你需要增加100到200磅这么样一个蛇重在前面的车头上面。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买一个具有很高承载能力的车头才能来拖这个房车，我们依旧可以使用一个车头来拖房车，然后呢，再开另外一辆车来拉所有的小伙伴。那么，之所以我会选择 F350这款车呢，其实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动力。我之前的车头呢是丰田坦途，搭载的呢5.7升自然吸气汽油发动机，它的匹数呢只有300多匹，扭矩呢也并没有这台车那么高。当时我所拖挂的房车呢是一个30尺的房车，净重量呢大概在6000磅左右，所以它的蛇重呢大概是在600到900磅之间。那台车的承载重量呢大概是在1200磅左右。我在不放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其实基本上已经使用完了这台车绝大部分的承载能力。再一个呢就是油耗，它在拖挂的情况下，它的油耗呢是8 mpg， 差不多将近30升每百公里。虽然呢，我现在这个房车呢，它更大更重，平均的油耗呢大概在18到20升每百公里左右。那么整体的油耗呢，相较于之前而言呢，低了很多，并且呢，这个车头呢，它是为重载而设计，所以呢，它有很多的功能方面呢，是我原来车头所不具备的。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变速箱散热器。丰田坦途这款车呢，我非常的喜欢它，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8年以后，它就取消掉了变速箱散热器。那么在进行拖挂的时候呢，变速箱的温度呢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如果在进行长途旅游的时候呢，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身后的这个 F350呢，就是为了干重活而设计的，所以呢，它原厂就搭载了变速箱散热器，并且呢，在显示仪表上面就专门显示了变速箱的温度。在丰田坦途上面呢，如果你想要查看变速箱的温度呢，需要增加额外的仪表才能进行查看。在使用丰田坦途进行拖挂的时候呢，我当时就会非常担心会有被烧坏的这么样的情况。当然了，你可以通过后期改装来增加或者说是还原变速箱散热器这么样一个配置。像现在这个 F350的这台车头呢，它除了有搭载变速箱散热器以外呢，它有很多的电子辅助配件呢，都是为了拖挂而进行设计的。当我选择这个车头之后呢，我虽然拖挂了一台更大更重的房车，但是我差不多还拥有2000磅的余量来搭载更多的人和行李。而且这台车呢，因为它是为了重载所设计的，它的很多安全配置也是非常的高。从刹车系统上来讲，我们除了可以使用正常的降档来进行辅助刹车之外呢，它还有一个系统叫做排气刹车系统，所以在绝大部分时候，下坡的刹车途中，我除了使用降档减速之外呢，它的排气减速刹车呢，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让我呢基本上可以在不使用脚刹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车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呢，我可以不用担心我的刹车过热或者刹车盘过度损耗。除了选择一个适合的车头之外呢，安全的配件呢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配重平衡器。当后边的房车将10%到15%的重量通过牵引器压在前面的车头上的时候呢，有极大可能会使前方的车头尾部下沉，头部抬高。那么这样的影响呢，就会使操控、转弯以及刹车呢产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拖上房车以及不拖房车，前面的车头是完全的2种操控感觉，甚至可以说是2台车。房车的分类呢，大致上分为2种，一种是一体式房车，就是可以开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这样拖挂式的房车。在一体式的房车当中呢，它又分为 A、B、C 3种类型，它的大小和它的载重和底盘都是不一样的。那拖挂式房车呢，又分为很多种，像我的这个呢，就属于旅行拖车。搭载路上常见的呢，还有第5轮或者是额颈拖车等等。那我之所以会选择旅行拖车呢，是因为第5轮或者额颈拖车呢，会占用大量的前车头车斗的空间，我就不能使用车斗来携带更多的行李或者是帐篷一类的东西。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需求，就是当我拖着房车到达一个新的目的地之后，我希望我的车头还具有一定的越野能力，可以去进行一些轻度的越野。大家在选择房车的时候呢，每一个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房车呢，它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户型来进行大家选择。大家可以通过看户型图来进行综合分析你所需要的功能和入住的人数，来选择这么样一个适合你的拖挂式房车。基本上所有的拖挂式房车呢，都会有3个水箱：清水箱、灰水箱和黑水箱。这个是基础的配置。当我在选择房车的时候呢，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我们全家人能够在里边住得下，并且功能上呢能够足以满足我们全家人的需求。因为我原来坦途载重能力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选择一个带有拖伞功能的这么样一个房车。当房车具有拖伞功能之后呢，它里边就会拥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因为我们这回带着孩子一块旅行，所以还有一个洗衣服的需求。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大的房车呢，是因为这个房车它预留了能够存放洗衣机的空间，和预埋了能够给洗衣机使用的管道。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房车前部呢，有一个大黑罩子。其实，在黑罩里边是2个20磅的天然气罐。那天然气罐呢，除了给灶台提供天然气之外呢，我们的热水器以及取暖都使用的是天然气。当然了，当你拿到一个房车了以后呢，为了安全的行驶在公路上面，也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进行准备的。一个是你的储藏，所有的储藏空间呢，以及所有在房车内使用的东西呢，要尽可能的固定在房车之内。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不起眼的轮胎。那么房车的轮胎呢，也分为很多种。因为我们所要到达地区非常热，所以我们在路途的过程当中呢，也对房车轮胎进行了更换。如果你也对房车旅行甚至越野感兴趣，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可以进行探讨。那么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呢，我也会发布更多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